在犯罪史上，谋杀的手段千奇百怪，但在印度哈尔德瓦尼，一桩案件将冷血这个词推向了全新的高度。这里的凶器本身就是一种冷血动物。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安基特，他死在自己紧锁的车内，起初被认为是窒息身亡。然而，真相远比想象的更加黑暗和离奇。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来到24探案。32岁的安基特·乔汉，一位在哈尔德瓦尼小有名气的商人。他经营着一家位于兰普尔路的汽车零部件展厅，同时涉足车辆交易和餐饮业，拥有一家餐厅。安基特身材健硕，仪表堂堂，家境优渥，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他的父亲多年前因病去世，母亲乌莎代为与妹妹伊莎以及弟弟阿比曼纽共同生活。安基特性格外向，事业有成，但据家人和员工透露，他偶尔会饮酒，且有时会在外过夜，特别是在生意忙碌时。2020年，他通过一笔汽车交易结识了马西辛格，又名多利阿亚。马西是一个外表迷人、野心勃勃的年轻女子，出生于哈尔德瓦尼附近的普雷姆普尔洛沙尼村，来自一个普通家庭。她的童年并不富裕，高中毕业后因经济困难辍学。马西的美貌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也让她的人生轨迹逐渐偏离。2008年，她因与男友维平库马尔的恋情受阻，被家人驱逐，之后的生活充满坎坷。据传，她曾遭遇暴力事件，精神崩溃。最终，她在哈尔德瓦尼落脚，逐渐卷入不良圈子，并开始以出卖身体谋生，凭借美貌和手腕与当地商界和政界人士建立了联系。马西的生活方式充满争议。他在哥拉帕达夫地区拥有一栋房子，据说是某政界人士赠予。他的社交圈复杂，家中常有豪车出入，邻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2020年与安基特的相识让两人迅速发展出一段亲密关系，但这段关系并不纯粹。马西希望与安基特结婚，获得稳定的生活，但安基特似乎只对他的身体感兴趣，拒绝谈婚论嫁。此外，安基特对马西的私生活多加干涉，限制他与其他客户的接触，甚至对他的女佣乌莎拉妮表现出敌意。2023年7月14日，星期五，是案件发生的关键一天。这天傍晚，安基特驾驶自己的蓝色大众菠萝车离开位于兰普尔路的家，前往马西的住所。据他的员工回忆，安基特独自开车离开，没有透露具体去向。家人也表示，他并未提及当晚的计划。直到深夜，安基特未归，手机也关机，家人开始担忧。14日晚，家人前往哈尔德瓦尼警局报案，登记了安基特的失踪信息。次日清晨，7月15日，哈尔德瓦尼三水地区铁路道口附近的居民发现一辆蓝色大众菠萝车停在路边，车窗紧闭，引擎仍在运行，空调开着。当地店主和路人出于好奇靠近车辆，透过车窗发现后座上坐着一名男子，纹丝不动。起初，众人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但多次敲击车窗和喊叫后，男子毫无反应。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哈尔德瓦尼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警方在机械师的协助下打开车门，发现车内男子已无生命体征。检查显示，他的心跳、脉搏和呼吸均已停止。警方立即将他送往附近的苏希拉·蒂瓦里医院，但医生确认其已死亡。死者衣着整齐，身体无明显外伤，初步排除暴力致死的可能。车内空调开启，车窗和车门紧锁，警方一度怀疑死因可能是车内缺氧导致的心脏骤停。然而，一个关键细节引起了注意，死者坐在后座，而非驾驶位，这意味着车内可能曾有其他人。通过失踪报案记录和家属的辨认，警方确认死者正是安基特。安基特的家人悲痛欲绝，尤其是他的母亲乌莎，当时他正在外地朝圣，接到消息后匆匆赶回。警方在车内发现了安基特的手机和3万卢比现金，但未找到其他可疑物品。现场的异常情况，后座位置、车窗紧闭、空调运行，让警方对这起死亡事件产生了疑虑。安基特的尸体被送往停尸房进行尸检，警方同时对现场车辆进行了详细检查。初步调查中，警方假设安基特的死因可能是车内缺氧或自然死亡，因为尸体上没有明显伤痕，衣物整洁，
面部无异常。然而7月17日，尸检报告带来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安基特的死因是蛇毒中毒。更令人费解的是，尸检发现安基特的双腿上各有一个蛇咬伤痕迹，位置几乎相同，角度一致。这种精准的咬伤模式极不寻常，排除了自然蛇咬的可能性。警方立即将案件定性为谋杀，并展开全面调查。为了破解这起离奇案件，纳尼塔尔地区高级警司潘卡杰巴特组建了4个特别调查小组，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调查。警方调取了铁路道口附近的闭路电视录像，录像显示7月14日晚11点左右，安基特的波罗车出现在哥拉帕达夫地区，随后开往布吉亚加特，最终停在三水铁路道口。午夜12点后，另一辆车短暂停靠在波罗车旁，停留约 2.5 分钟后离开。这一发现证实了警方对第二人的怀疑。警方提取了安基特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他当晚的最后通话对象是一个名叫马西辛格的女子。马西的手机在14日晚11点后关机，警方将他列为首要嫌疑人。此外，马西的通话记录显示他与另外2人频繁联系，哈尔德瓦尼的迪普坎德帕尔和来自北方邦巴雷利的拉梅什纳特。安基特的家人透露，他与马西关系密切，但近期关系恶化。安基特的妹妹伊莎提交书面投诉，指控马西和迪普涉嫌谋杀。警方还走访了马西的邻居，了解到他生活奢华，常有豪车出入，且与多名商人和政客有往来。警方将马西、迪普和拉梅什的手机号码置于监控之下，但3人的手机均已关机。调查发现，拉梅什纳特是一名职业捕蛇人，擅长处理毒蛇，这与安基特的死因高度吻合。7月18日，警方取得重大突破，拉梅什的手机突然开机，定位显示他在哈尔德瓦尼。警方迅速行动，将其逮捕。拉梅什在审讯中供认了全部罪行，揭开了这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的真相。据拉梅什交代，2022年12月，他通过一名中间人结识了马西。当时，马西以消除卡尔萨普瑜伽为由，要求他提供一条毒蛇用于宗教仪式。拉梅什提供了蛇，并因此与马西建立联系，逐渐发展出亲密关系。2023年6月，马西、迪普、女佣乌沙拉妮及其丈夫拉姆阿瓦塔尔在马西家中密谋除掉安基特。他们声称安基特长期骚扰马西，持有他的私密照片和视频进行敲诈。拉梅什起初拒绝参与谋杀，但马西以金钱10万卢比和感情诱惑，最终说服他提供一条眼镜蛇并协助实施犯罪。根据拉梅什的供词，警方还原了犯罪过程。7月8日，马西以安基特生日为由，邀请他到家中参加派对，计划用酒精和安眠药使其昏迷，再用蛇咬死。但当晚安基特饮酒后未昏迷，计划失败。7月14日，马西再次邀请安基特到家中，事先准备了掺有安眠药的水和酒。安基特饮用后昏迷，马西召集迪普、拉梅什、乌沙和拉姆。迪普和拉姆按住安基特的手脚，乌沙协助控制，拉梅什用一条眼镜蛇先后咬伤安基特的双腿。为确保死亡，马西要求蛇在另一条腿上再次咬伤。安基特死亡后，迪普和拉姆将尸体搬到波罗车后座，计划在布吉亚加特将其连车推下山崖，伪装成意外。但因现场有游客，计划取消。他们转而将车开到三水铁路道口，开启空调，锁上车窗，伪装成窒息死亡的假象。马西随后用预定的出租车带队逃往德里。拉梅什被捕后，警方获悉马西、迪普、乌沙和拉姆计划逃往尼泊尔。警方迅速通知边境警方，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调行动。同时，乌沙的通话记录显示他曾与西孟加拉邦的号码联系，警方推测他们可能藏匿于此。7月23日，马西和迪普在鲁德布尔被捕，他们正准备向法院自首以减轻罪行。次日，警方在西孟加拉邦马尔达逮捕了乌沙和拉姆。他们原计划逃往孟加拉国，但因行动迟缓被警方截获。这起案件涉及5名嫌疑人，他们的背景和动机各不相同，但共同促成了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马西辛格主谋，策划整个谋杀，诱骗安基特并协调其他嫌疑人。
马西与安基特关系恶化，认为他在利用他的身体且干涉他的生活。他希望通过谋杀摆脱安基特，同时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迪普·坎德帕尔，30岁，协助马西实施计划。迪普是哈尔德瓦尼居民，从事非法酒类交易和房地产生意，与马西是情人关系。拉梅什纳特，35岁，来自北方邦巴雷利，职业捕蛇人，靠捕捉蛇类为生，提供眼镜蛇并直接实施蛇咬。乌沙拉尼与拉姆阿瓦塔尔，乌沙是马西的女佣，拉姆是其丈夫，两人住在马西家附近的棚户区。他们的住所因安基特的干预被拆除，导致对安基特怀恨在心，报复安基特，同时受马西10万卢比的诱惑，协助控制安基特并处理尸体。5名嫌疑人被捕后，警方以谋杀罪印度刑法典第302条起诉他们。案件在哈尔德瓦尼地方法院审理，由于证据确凿，包括尸检报告、监控录像、通话记录和拉梅什的供词，检方成功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马西辛格作为主谋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于2024年8月2日获保释，案件仍在上诉阶段。迪普、拉梅什、乌沙、拉姆4人被判终身监禁，目前仍在服刑，案件继续审理中。纳尼塔尔高级警司潘卡杰、巴特因侦破此案获得3万卢比奖励，调查团队也受到表彰。这起蛇毒谋杀案不仅是北阿坎德邦的首例以毒蛇为武器的谋杀案，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黑暗。嫌疑人利用毒蛇作为凶器，试图伪装成意外死亡，这种手法极为罕见，体现了主谋马西的狡猾与冷酷。然而，精准的蛇咬伤痕迹和监控证据暴露了他们的计划，证明再完美的犯罪也难逃法网。马西的经历反映了贫困、家庭压力和社会歧视如何将一个人推向犯罪的深渊。他的野心和美貌本是优势，却因缺乏引导而成为悲剧的根源。安基特的控制欲和暴力行为也为冲突埋下伏笔。哈尔德瓦尼警方的快速反应、细致调查和跨区域协作令人印象深刻。从监控录像到手机定位，再到国际刑警的配合，警方展现了现代刑侦技术的高效性。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未解决的情感冲突可能导致极端后果。马西与安基特的关系从爱情到仇恨的转变，凸显了沟通和尊重在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这起蛇毒谋杀案以其离奇的手法和复杂的动机震惊了北阿坎德邦，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人性中的贪婪、嫉妒和仇恨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如果您对这起案件有任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